要把关岛武装成一个刺猬岛，美国编的故事终于成为了自己的噩梦。大家好，我是世涛。最近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加紧编列预算，要在关岛加强防空反导设施的建设。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要在关岛再增加布置20个独立的阵地，在这些阵地上呢，要专门的设置防空的导弹以及相关的引导的雷达。那么打开地图一看这些导弹将见缝插针的布置在关岛的各个角落。可以说如果这一些预算编列到位，这一些设施建设完毕之后，关岛是真真正正的会成为一个完全武装到牙齿的刺猬岛。那么在这些阵地上将会装备包括陆地宙斯盾系统在内的一系列防空反导的体系，那么配备这个标3 Block 2A 型导弹、标准6型防空导弹，以及美国正在研究的这个 GPI 滑翔拦截导弹等等在内的一系列的防空拦截导弹。另外，美国陆军还会配备包括萨德反导系统以及爱国者反导系统等等在内的中高空反导系统，以及叫做持久盾牌的这么一款低空拦截武器这款武器使用的是这个 AIM-9X 导弹作为拦截，主要防的是无人机。那么通过这一番武装之后美国希望把关岛再次加强成为第2岛链的核心岛屿变成一个坚不可摧的碉堡实际上美军对这个关岛目前地位的这种担心由来已久美军一直在设想中国方面会主动的攻击关岛在内的一系列第2岛链上的军事设施。为此美国近年来不断的加强在关岛的部署，包括修建加固的机堡，以及布置一系列的防空反导阵地。那么这一切瞄准的假想敌都是中国。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这种防备是来源于他自己的一系列的这种盘算与推演。那就是说美国一旦介入台，那么解放军方面会出动战机进行远程打击，来打击关岛这个重要的节点。那么大家注意到这里面一切建立的前提都是美方干涉中国的内政，也就是干涉台湾问题。实际上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才会选择来进攻美国的关岛。也就是说，现在美军实际上是自己立了一个靶子，自己来打先设想中国要攻击关岛，然后再不停的投钱进去，加强这个关岛的防卫。那么这里面本身就存在了一个逻辑的悖论。另外加强关岛的防空反导的这种体系建设，以及重兵布置在关岛，那么美国内部就有人认为这样的举措反而会使关岛成为一个更高价值的目标，也就是成为所谓的炸弹磁铁真的如果中美爆发冲突这个严密设防的关岛反而会遭到更加严重的集火打击。实际上美军内部一直以来，无论是为了争取经费还是要延续很多既有的项目，一直在打造这个所谓关岛被中国攻击的这么一个设定而这样的一个设定下，目前发现美军自己都已经被自己给洗脑了。那么中国打击关岛也成为了美军的一个唤不醒的噩梦那么这样的一种战略欺骗之前美国是成功的对苏联做过，那就是当年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只是没想到美国现在这种战略欺骗是把自己给欺骗进去了。前2天有一个帖子很有意思说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到现在还会有每年一度的仪式就是人假扮成这个美军扛着枪这个环岛巡游意思就是当年在2战中美军带来了大量的物资与补给。那么现在这些岛民希望复制这种美军来岛的假象向这个不知名的天神来祈求物资。实际上美国当年在战略欺骗苏联的时候也做了一系列的动作，但美国自己并不清楚到底是做对了哪步或哪几步才导致了苏联的崩溃。因此现在在针对中国的时候美国也是全面的复制了当时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欺骗。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中国也不是苏联，
美国的这种刻舟求剑式的打法，终于是把自己也给绕了进去。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交流。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